1963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为寻求连任，去反对派最多的达拉斯演讲。在前往目的地的途中，他低调地坐在一辆没有任何防护的敞篷车上。也正是这次疏忽，让他成了杀手的靶子。我是虎哥，今天要给大家讲述的就是心胸开阔军的前辈，脑洞大开美乐宗约翰·肯尼迪。肯尼迪小名杰克，出生于1917年5月29日，家里一共有9个孩子，他排行老二。肯尼迪家族早年是爱尔兰移民，祖上是开银行的，家里别的没有，就钱多。不过肯尼迪的这投胎技术明显还是有待提高的。虽然家里有钱，但自己却体弱多病，天生有着重度肝炎、先天性免疫缺陷以及先天性肾亏。医生说他能活着，简直就是医学奇迹。按理说这种人就该一辈子躺在床上当男版林黛玉，但谁能想到他最大的爱好竟是作死。肯尼迪从小就喜欢跟比自己壮3倍的哥哥摔跤，尽管每次都惨败，但就是永不放弃，典型的是又菜又爱玩。此外，他还喜欢游泳、开车、整蛊老师等竞速类、对抗类运动。据说肯尼迪家族有一种特殊的作死基因，正是这种基因让人产生了冒险和冲动的欲望，而约翰·肯尼迪就是作死基因的完美继承者。考上大学后，肯尼迪重病住院，人都差点过去了。当时他病得有多重呢？就连他自己都觉得医生开始计算他的棺材尺寸了。万幸的是，肯尼迪有一个掌握了超能力的老爹。老肯尼迪疯狂撒币，在经历了长时间的休养以及当时世界上最为顶尖的治疗之后，竟然活生生把儿子从死神手里给抢了回来。痊愈后返回校园的肯尼迪又迷上了打橄榄球。教练是这么评价他：个子小，斗志旺盛，很适合打橄榄球啊，只可惜是个排骨，上场就会被撞飞。但肯尼迪不信邪，在经过长时间的超量训练之后，他终于把自己又送进医院了。反正有个有钱的爹，怎么做他都死不了啊。看着这个作死成瘾的二儿子，无奈的老肯尼迪准备借着去英国做大使的机会，带他一起出去见见世面，以免真的有一天他把自己作死了。到了英国之后，肯尼迪暂时收了心，在父亲的安排之下，辗转于波兰、法国等地收集各国信息，但暗地里他又做了一个坑爹级的大死。老肯尼迪虽然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是他却没有政治水平。在当大使的时候，非常支持张伯伦的绥靖政策，甚至还给罗斯福写信要求美国大力挺绥靖。然而就在这时，肯尼迪写了一篇关于英国为何选择了绥靖政策的论文，批判了这一行为，表示英国虽然由于军力不足暂时选择了绥靖，但这种行为最终只会导致更惨烈的战争降临。然后以英国为何沉睡为书名出版。由于肯尼迪写了大量揭露他爹短的内幕信息，导致这本书大火呀，在英美分别卖了4万多本，以至于老肯尼迪回到美国后，罗斯福第一时间就给他撸了。按理说呀，有这么一个给自己拆台的好大儿，那当爹的肯定是复见子魏王，我掏出7匹狼啊！但老肯尼迪却非常惊喜儿子有这么高的外交天赋啊，表示好小子，以后你大哥是总统，外交部长就是你的了。虽然肯尼迪成为了当时美国最年轻的畅销书作家，还被钦定为了未来的美国外长，但其骨子里面的冒险和作死基因仍旧在蠢蠢欲动。肯尼迪大哥被家族选定为未来要参加总统竞选的人，所以老肯尼迪呢就找人给他扔到了空军去镀金。肯尼迪看到后直呼我也想开飞机，然后入伍体检，但最终因为身体的顽疾和旧伤被刷下去了。无奈之下，老肯尼迪再次使用超能力救场，直接花钱托人开后门，给他分配到了海军情报部门当文书。这段时间里，肯尼迪挖掘出了自己的新爱好泡妞，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呀，她是一个叫做阿瓦德的瑞典女记者。阿瓦德的身份并不简单，她接触过希特勒， FBI 怀疑她是德国间谍。为了防止肯尼迪被这个女人给拖下水，他的上司直接把他从华盛顿调到了南卡罗来纳。
结果谁能想到这个女间谍一路跟了过去。你要说这肯尼迪技术多好，不见得，毕竟嘛，先天性肾亏。那些跟他有关系的女人在小作文里对他的评价就一个字儿：快。但是据 FBI 前局长卡塞迪洛奇的口述，他们曾经监视了这一对小情人在酒店里待了整整3天3夜，连房门都没出。但这人呐，他是老肯尼迪的儿子，不好处理，怎么办呢？只能告家长了。老肯尼迪得知后恼羞成怒，说什么也要把这个不着调的儿子给拉回来，毕竟他还盼着大儿子当总统呢，绝不能让二儿子这一颗老鼠屎就坏了一锅汤。只不过还不等老肯尼迪发威逼儿子退伍，日本人把珍珠港给炸了。肯尼迪终于如愿以偿上了前线，而且还成了一名鱼雷艇艇长。该部队伤亡率奇高，肯尼迪的作死基因得到了空前的满足。一天夜晚，日军夜袭美军鱼雷艇基地，负责指挥的鱼雷艇对着来袭的日本驱逐舰发射2枚鱼雷不中后直接跑路，导致身后肯尼迪所在的鱼雷艇位置暴露。日本人一看还以为是肯尼迪打的恼羞成怒之下开着驱逐舰就给肯尼迪的船撞穿了2半。后来美国方面觉得呀，这黑灯瞎火的人大概率也就回不来了。结果没想到肯尼迪那是一个人都没放弃啊，带着手下幸存的士兵逃到了无人岛，玩起了真人版荒野求生，还全员生还。因为他坚持不放弃手下士兵，拿到了2枚勋章。老肯尼迪一看，二儿子这回出息了呀，这高兴的屁颠屁颠的。结果乐极生悲，厄运降临。肯尼迪大哥眼红他的勋章，于是作死基因也上线了，申请了一项轰炸德国 V2 导弹的高危任务。但他的运气就不怎么好了，在这次轰炸任务中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得知噩耗的老肯尼迪只能决定把二儿子送上总统宝座。因为前20年老肯尼迪一直在给自己的长子铺路，所以这时候如果再让肯尼迪走正常的竞选路线，别说是总统了，就连选众议员都够呛。于是老肯尼迪再度发动超能力，一时之间在美国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广告，几十份讲述肯尼迪战争时期英雄经历的文章，甚至还多了一本挂着肯尼迪的名字，获得了普利策纪实文学奖的畅销书。用老肯尼迪的话说呀，照我花的钱，我的司机他都能当选了。肯尼迪自己也是非常争气，经常拖着自己瘦弱的身躯辗转于美国各大城市，和其他政客结交，和选民交流感情，几乎是从零开始，借助超能力和自己的毅力达到了惊人的支持率，甚至连一些共和党人都在公开场合表示愿意支持肯尼迪。最终他以领先第2名近乎2倍的票数当选了众议员。只不过自从肯尼迪当上众议员开始，他就几乎没上过1天班。白天起得特别晚，晚上直接开敞篷车去电影院，车上的妹子那是一天一换的，花花公子的形象成了他从政以来最大的弱点。在美国人的眼里，一个人如果没有家世是不能当总统的，因为他无法对一个国家的命运负责，颇有点中国传统意义里面修身齐家治国的意味在里面。为了弥补这一弱点，他选择了杰奎琳·奥纳西斯作为自己的妻子。杰奎琳一个颇具野心的女人，小时候学校让孩子们写自己的未来志愿，杰奎琳写的是坚决不做家庭主妇，要么独立女性，要么第一夫人。她本身具有着法国贵族血统，时尚品味非常之高，而且还精通4国语言。最关键的是，这个女人不仅有野心，还有实力，智商情商双高。对于肯尼迪来说，这就是一个最为完美的第一夫人人选。而彼时的肯尼迪也正在尝试冲击总统位置，二人相遇后一拍即合。已经有婚约的杰奎琳直接解除婚约，接受了肯尼迪的求婚。在结婚后，杰奎琳成为了肯尼迪强而有力的政治武器之一。彼时的美国人口流动性非常强，不是所有人都能听得懂英语的，所以杰奎琳经常亲自用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为听不懂英语的选民讲解肯尼迪的政策。此外，他利用自己出众的服装品味，帮助肯尼迪和他的团队设计搭配服装。每一次出席都会在美国掀起新的时装潮流。肯尼迪夫妇成为了当时美国下至18岁上到80岁所有人疯狂模仿的对象。
那些年美国的天气预报结束时候都得来上一句晚安肯尼迪夫人，无论你在哪里。在这个强力盟友的加持之下，肯尼迪竞选总统的最后一块短板终于也被弥补上，顺利入主白宫。之后肯尼迪呢就是放飞自我啦。他除了工作之外唯一的爱好就是开 party。在美国历史上，你就找不到第二个私生活跟他一样混乱的总统了。他还曾经和英国首相说自己3天没有美女，这头就疼啊。肯尼迪有着超过40多个情人每一个都很刺激同志们，完美符合肯尼迪家族那个作死的气质，其中包括但不限于芝加哥黑帮老大的媳妇儿奥黛丽·赫本、玛丽莲·梦露肯尼迪老婆杰奎琳的秘书、众议院的老婆、白宫女实习生等等。说起来这个肯尼迪他还尤其喜欢泳池 party， 而且还是在白宫明目张胆的开，而且每次还都得有好几个美女，这行为跟酒池肉林比也没啥区别了。甚至有一次和白宫的一个女实习生米米·比尔兹利·阿尔福德开了派对之后，直接勾股处到肩膀肌肉锻炼。这里给大家上张图，各位看这个勾股处肌肉它在哪里？反正我是不信游泳能游出来这个病的。后来也是因为这件事情，肯尼迪不得不动手术，在腰部安装了金属固定装置，这导致他不能弯腰，也成为了后来被刺杀的阿克琉斯之种。神奇的是，肯尼迪私生活这么混乱，竟然没有和杰奎琳离婚。尤其是玛丽莲·梦露他一直梦想着踹了杰奎琳上位当总统夫人。他曾经直接给肯尼迪的妻子打电话说你老公刚说了他要卖可乐养我。结果杰奎琳不接招，直接告诉他行，那你转告杰克我这就走，你去当第一夫人吧。知道这件事后的这个肯尼迪严厉警告玛丽莲·梦露，说她不是当第一夫人的料，你没这个能力知道吗？然后把她介绍给了自己的弟弟。3人见面时候在酒店里玩了一整天，至于玩的是什么别问就是3缺1。传说这件事情后，玛丽莲·梦露心中不忿，说自己掌握了肯尼迪家族的某些罪证，并且后来还和肯尼迪的弟弟见了面第2天人就没了。杰奎琳也知道肯尼迪花心，所以他跟肯尼迪两人就是各玩各的呀。如果你说肯尼迪是美国史上情人最多的总统，那不好意思，杰奎琳就是美国史上情人最多的总统夫人。这样的关系理论上应该宣告夫妻关系实质性终结才对，但事实上这俩人都愿意在关键时刻为对方挡子弹。当然，肯尼迪在任期间并没有天天只开 party 不干正事，他颁布了保护黑人的民权法案，尝试将美联储收为国有，以建立更为健康的金融体系。最值得一提的还是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作为少数保持冷静视角的人，以一己之力说服了美国军方，阻止了世界末日的到来。古巴导弹危机的起因，明面上是因为美国在土耳其部署了中程导弹，以及猪湾事件后，古巴为求生存求助苏联进驻，但背后的原因其实来自于苏燧宗赫鲁晓夫对肯尼迪性格的认知错误。最终，一个从农民一路摸爬滚打上来的铁血领导人，一直看不起公子哥出身的肯尼迪。两人在1960年进行过一次会晤，面对刚刚成为总统的肯尼迪，苏燧宗挑衅似的对他说自己操纵过美国大选。结果肯尼迪并没有愤怒，反而说感谢您在美国大选中投了我一票。后来肯尼迪因为优柔寡断，把猪湾事件变成了猪逼事件，更是让燧宗信心大增，最终决定利用美国总统的懦弱对美国进行核讹诈。燧宗甚至非常自信地对卡斯特罗说，不要担心，美国那边不会有大动作。1962年10月，美国的 U2 侦察机发现苏联在古巴正在建设导弹基地，肯尼迪第一反应是震惊，他甚至不愿意相信这是现实。他说，我们肯定判断错了他们的意图，这对我来说是个该死的谜。只不过他只惊慌了一下，很快就恢复了冷静。在确认燧宗真的在古巴已经部署了8颗可以携带核武且射程几乎覆盖全美的中程弹道导弹之后，白宫沸腾了。要知道，当时对核武的使用并没有现在这么多的限制，拦截弹道导弹的手段也几乎为零。苏联这样做就等于在美国脑门上架了一把枪。参考当时紧张的美苏关系，有理由相信燧宗
随时有可能发疯，用这些导弹对美国来自齐射。面对这样的形势，以空军上将李梅为代表的军方要求立即发起空袭并登陆古巴来解决这一问题。顺带提一嘴啊，这个李梅啊就是烧烤东京的那一位。而总统顾问为首的个别幕僚却建议和苏联谈判试试。肯尼迪面临两难选择：谈判、空袭。这两个选择都是在赌穗宗的人品。如果穗宗的目的就是想来一次核武闪电战，一劳永逸结束冷战，肯尼迪选择谈判会让对方立马知道自己在美国眼皮底下设的导弹基地被发现，然后提前发起导弹击射，5分钟时间完全摧毁美国。相反，如果穗宗目的只是想勒索点好处，空袭将会炸死苏联军人并导致军事报复。更要命的是，美国无法拦截全部的苏联导弹，哪怕轰炸后残存1-2枚导弹发射到美国，那也是100万级的人口死亡和第3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面对完全相反的两种参考意见，肯尼迪第一时间就抓住了事情的核心：苏联部署了多少核弹，还有没有没发现的核弹，核弹数量会不会继续增加。他对身边的人说，要是我们只想到自己的话，那倒是容易些，但我脑子里一直在想着那些生命马上就要完蛋的小孩。他力排众议，要求延后处理这件事情，等更多情报到达白宫后再进行决策。在这期间，为了不让苏联方面知道美国已经发现导弹，整个白宫明面上维持正常工作，所有人该竞选竞选，该出访出访，就连军队调动都必须要打上演习的标签。对于肯尼迪的犹豫，军方高级将领指责他遗传了他父亲基因里面的懦弱。各位应该还记得，在开头我们提到，老肯尼迪当初那是绥靖政策的强力支持者，这简直就是把肯尼迪一家从上到下骂了进来。面对军方的压力，肯尼迪只问了一个问题：你们空军有没有把握第一时间摧毁掉所有的导弹发射装置，100%阻止苏联的后续报复行为？而李梅给出的答案却是，虽然空军不可能在第一轮攻击中破坏掉所有核弹，但是苏联肯定不会有任何反应。哎，这句话我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呢？最终甚至非常自信地对卡斯特罗说，不要担心，美国那边不会有大动作，不会有大动作。所以说啊，本虎有时候真的搞不懂这些身居高位的人他的脑回路到底是什么样的。好在肯尼迪并没有被忽悠，他说按照你们的说法，最后将没有人能活着指责你们的过错。你难道就盼着我们杀了那么多俄国人，他们不会有反应吗？就算在古巴没有反应，他们会在柏林搞点什么名堂出来呢？然后呢，我们会根据盟约帮助西德，再然后战争升级，古巴剩余那些没有被发现的导弹会攻击到西雅图之外所有美国城市。随着侦查的深入，美国发现的导弹数量逐渐提升到了32枚。如果让这些导弹同时发射，几分钟之内就能让美国8000万人口灰飞烟灭。而更大的麻烦是，侦查永远无法确认还有多少枚核弹没被发现。那么事情就明了了，如果苏联的目的是引爆大战，空袭和谈判的区别就在于，上来空袭能让美国在战争期间少吃30多枚核弹，选择谈判会多吃30多枚。但面对美苏几千核弹的存量，30枚明显不够看。但万一呢？万一苏联人只是想谈谈呢？那谈成功了，大家不就都不用吃核弹了？两权相害取其轻，白宫开始偏向封锁和谈判，如果无效，再空袭并登陆。为此，美国通过外交渠道向苏联摊牌，集结了25万军队、2000架次飞机、数百艘军舰，对古巴做出逼迫姿态。在决定封锁之后，对于封锁范围，白宫内部又产生了新的分歧。一派认为需要封锁整个加勒比海，让苏联人一根汗毛都进不去古巴，从而对苏联进行施压。美国海军足够的实力做到这一点。而另一派则认为只封锁古巴近海即可，给苏联更多的反应和思考时间，以免把穗宗逼到狗急跳墙。既然是立足于谈判，情商贼高的肯尼迪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穗宗当然看到了美国的行动和决心，他没想到自己眼中懦弱的肯尼迪会做出如此激烈的反应，于是他表态想和肯尼迪谈谈，而肯尼迪也开出了自己的条件：撤导弹、解封锁。在肯尼迪的强硬面前，穗宗将所有载有核弹的船只撤走了，
但又不想太怂，所以留下了运输食品的货轮以及载有1500名平民的客轮，以试探美国部署在古巴的封锁线是不是样子货。其实这个时候，如果肯尼迪严格执行封锁，一艘船都不放过，那最终将会彻底认怂。但得饶人处且饶人的肯尼迪还是选择了放行。一来强行登船进行检查容易造成伤亡，二来想对赫鲁晓夫释放一定的善意，表示我也不想引发战争。这一举动又让穗宗认为美国没有决心和苏联开启核大战，肯尼迪外强中干，于是他决定提高价码。26号，穗宗跟肯尼迪发了一封渴望和平的私信，但第二天美国又发现古巴的导弹基地不仅没拆除，而且还加速了工程进度，且只需要36小时，导弹部署的工作就能完成。同时，苏联外交部还发出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公开要求美国用撤出土耳其的导弹来交换撤出古巴的导弹。从这里就能看出来，赫鲁晓夫和肯尼迪两人性格的差距。肯尼迪更像一个大商人，有底价有原则，但更想给人留颜面，留出时间来达成交易。穗宗那就是个菜市场讨价还价的老太太，你要是让他5毛，他就敢让你让1块，丝毫不顾及什么颜面。当时美国从上到下，甚至是肯尼迪本人都不可能同意赫鲁晓夫开出的条件。这种公开的捆绑式外交会让美国的盟友认为美国会为了自身利益抛弃任何一个盟友，从而彻底毁掉美国的同盟。苏联往后也会以这次外交为模板，提出越来越过分的交换条件。这已经不是一个简简单单撤导弹的问题了，这是在要美国人的命。与此同时，卡斯特罗又往焦灼的局势上撒了一把火，他下令击落侦察古巴的美国 U-2 侦察机。因为 U-2 飞行员命丧高空，美国内部一致认定这就是苏联干的。穗宗既然命令开火，说明那就是在拿谈判做掩护，真实目的就是赢得时间，加速导弹基地的建设，逼迫肯尼迪立刻下令对古巴动武。此时肯尼迪已经没有任何理由阻止军方发动战争了，他非常痛苦地下令让军方在下周1之前完成所有战前动员准备。如果苏联还是没有撤出核弹的公开声明或者是实际行动，那么就要对古巴进行轰炸了。当时肯尼迪45岁，作为一个政客来说，还是一个愿意相信别人的年龄。他跟赫鲁晓夫有一定私交，二人互相通信，互赠礼物，却唯独没有问过对方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我们2个人想要按下核弹发射按钮的时候，你会收手吗？肯尼迪思考着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选择再相信赫鲁晓夫一次，最后一次。他说服了军方，把宣战时间延后到了星期1。他打算认真思考下苏联交换核弹的条件。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韦尔泰勒后来说，总统简直被用土耳其导弹和古巴导弹做交易的想法迷住了眼，他好像是唯一赞成这个交易的人。他觉得所剩时间无多。在这关系人类命运的一天，肯尼迪表示，本来土耳其的导弹就是要撤离，美国新型的潜射导弹足以保护土耳其了，所以撤出导弹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保存美国的国际颜面。那最终给出的答案是，只要秘密撤出导弹就行。于是他和内阁达成了共识，只要苏联撤出古巴导弹，美国就承诺不会入侵古巴，同时土耳其的核弹将会在未来半年内秘密撤出。同样的，如果消息走漏，那美国就不会撤离导弹。这一结果已经是白宫最后的让步了，如果苏联再不答应，那就只能面临战争。条件发出后，所有人都开始了漫长而煎熬的等待。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已经没有人知道毁灭和明天哪一个先来。于是在这最后一天里，美国内阁所有官员都在想办法把家人疏散到乡下，唯独肯尼迪的妻子杰奎琳拒绝撤离，他表现得很义气。怎么说呢？这个2个人与其说是夫妻，更像是挚友，平常各玩各的，但大难临头却还在一起。写到这段的时候，我都有点感慨，究竟是那种平时恩爱，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夫妻好呢，还是这种平时行婚，真正灾难来临时互相义气，肝胆相照的夫妻好？人性就是这么复杂。哪怕毁灭比明天先来，但这一刻杰奎琳是个伟大的妻子。在那天晚上，肯尼迪无法入眠，他和妻子一起看了他情人奥黛丽·赫本演的《罗马假日》。用杰奎琳的话说，
这是他们夫妻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只有这一天，他们忘了自己的情人，眼里只有彼此。幸运的是，最终比蘑菇云先升起来的是第二天的太阳。在克里姆林宫，赫鲁晓夫本来还等着肯尼迪服软呢，就在这时，他收到了3个消息：一架 U-2失踪在西伯利亚上空，一架 U-2在古巴被击落，以及卡斯特罗发来的绝笔。穗松开始感到恐惧，紧随其后，克格勃把美国准备周一宣战的消息也带进了克里姆林宫。面对美国人给出的最后条件，他几乎是完全没有思考就答应了下来。加勒比海恢复了平静，苏联和美国都觉得自己赢了。美国让苏联接受了一个不那么光彩的条件，而苏联虽然丢了面子，但也让美国撤走了土耳其的导弹。唯一不满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军方，尤其是那个空军司令李梅，满脑子都是扔核弹和吃烧烤的男人。1962年11月11日，苏联部署在古巴的42枚导弹全部撤走，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年仅45岁的肯尼迪用理智、人性以及在每一次决策中看到事情本质的能力，战胜了所有玩火的疯子。他说，希望后世对他的评价是他保卫了和平。而此时，距离他离开这个世界只剩下1年了。毕竟，疯子虽然可以被战胜，但他们也可以尝试直接毁灭胜利者的肉体。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肯尼迪和军方翻脸了。为了支持民权法案彻底解放黑人，他又得罪了美国南方所有的种族主义者和红脖子。为了收回美联储铸币权，他彻底得罪了美国背后的大资产阶级。为了阻止越南战争进一步扩大，从越南撤军，他和美国步枪协会军火商彻底翻脸。肯尼迪虽然是美国人的英雄，但美国几乎所有的精英都想让他死，所以他非死不可。1963年11月11日，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刚好1周年。肯尼迪和自己的妻子在达拉斯的一辆敞篷车上亲切地和欢迎他们的市民挥手致意，而就在这时，悲剧发生了，3发子弹命中了肯尼迪，第1发子弹并未命中致命部位，可惜呀，他的腰部还有泳池 party 留下的后遗症，无法弯腰，所以只能承受后2发子弹，其中第3发更是直接将其的头盖骨掀了起来。肯尼迪的妻子杰克琳在枪响后没有选择逃跑，而是第一时间爬到车后，找回了肯尼迪被击飞的头骨，然后把他抱在自己的怀里。只可惜，一切都太晚了。这个爱笑的男人最终死在了子弹之下。在肯尼迪死后仅仅2个小时，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匆匆就职。在就职后第一时间，他就停止了美联储回收工作，取消了美苏太空合作，甚至还直接签署了扩大越南战争的命令。一切都仿佛是提前安排好了一样。至于为什么这么快，本虎不知道。